竟然真的是新天中的神灵之物。地龙古神闻言，简直不敢相信，你这神灵似乎不是好神灵，我怎么感觉你更像是邪恶之物？被红色光环捆绑住的萧炎，则是一声冷哼道：“就在刚刚，这黑色巨龙的那双红色巨眼所散发出来的那股气息，让他极为的熟悉，只是不敢断定是否是他的气息，因为实在是太微弱了。不仅是萧炎这样感觉，灵动和沐尘同样如此。灵动本就对一些邪魔之气非常的反感。萧兄，和这些邪魔之物没有什么好说的，灭了他。”灵动目光中有着琉璃光芒散发，虽然自身的行动被困住，但是破除这东西的束缚也并非不可能。听到灵动的话，那自称是神灵的黑色巨龙更是一怒，直接阵阵咆哮声响彻天地，可怕的龙吟声波之力直接是差点震碎他们的灵魂。好可怕的声波攻击！沐尘都被这股力量所震慑到了，要不是自己有着原始法身护体，恐怕神奇之下的强者皆是会被这股声波力量重创灵魂。有趣，你们3位的灵魂竟然没有被我的龙吟之声被重创。不过没关系，接下来让你们看看本神灵的真正力量。凭你们这些东西，休想将我困住！黑色巨龙便没有了和之前那种的挣扎对抗，那双红色眼眸紧紧盯着7道身影上，仿佛在说：你们这些下等的人类，在本神灵眼里就是不堪入目的蝼蚁。万物之上，神灵之怒！一道巨大的黑色涌流出现在巨龙的正后方，那处空间汇聚了无尽强大的神之力量，那股力量乃是这方天地中所诞生的神灵之力，一旦爆发出来，就算是第3序列神之力也无法对抗。在这道黑色洪流出现的时候，空间都开始尽数的崩塌而下，一旦被这股洪流触碰到的话，任何力量皆是会被吞噬其中，最后被虚化，简直就是灭世的大洪流，其威能无比的可怕。在这巨大的洪流宫冲击在混沌晶中的能量壁上后，一道道能量的涟漪波动传荡而去，空间之中有着沉闷巨响升起。就算之前多么强大的混沌晶中，在此刻被大洪流如此猛烈的冲击之下，竟然裂开了1到2道裂缝。就算混沌晶中上还有着地龙骨神肉身所凝聚的罗网增持，以及祖龙灯的力量和火雨的焚烧之力，皆是无法抵御这一次黑色巨龙的反击之力。而且就连地炎附魔绳都变得无比的暗淡下来。混沌晶中下一刻，无数道裂缝当即浮现，那恐怖无比的大洪流竟然有着如此可怕的力量。就算在冷静的4大古神都开始面色巨变。不好，我们的力量无法抗衡这股洪流之力。金罗古神的声音带着一丝惊骇，他们可都是第3序列神，就算有者4位施展出第3神的力量依旧不敌，说明这一次对方的力量恐怕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能量范围，至少是第2序列神之力。随着一声混沌晶中的破裂声响起，黑色巨流开始朝着4周疯狂的涌去，众人心中一凉，各个脸上皆出现震惊无比之色，甚至感到了心中的绝望。4大古神联手的全力攻势，在这一刻全被这道黑色洪流吞噬殆尽，就连那位在炎之一道上达到登峰造极的赤姬都是一脸吃惊。他们所施展的力量，就算是其他第3神都要避之锋芒，如今竟然一瞬间被瓦解，这简直不敢相信。与本神灵作对，就是如此的下场。你们好歹也是第3神，如果顺从于本神灵，今日就留你们一条命。看到自己那强大的攻势直接击破4大古神的联合之力，黑色巨龙顿时大笑起来。在见到洪流吞噬的那片区域，那些植物花草都失去了生命之气，渐渐的枯萎了下来。由此可见，这灭世大洪流究竟多么的可怕。就算是圣者境以及准神强者，一旦被吞噬的话，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想要我们顺从于你这邪恶之灵，痴人说梦。苍渊古神等人催动体内的第3序列神之力，想要破开困住自己行动的红色光环，可是在短时间之内无法解开。不好，这邪恶之灵竟然想要以这一招吞噬这片天地万物，真是该死啊！4大古神感到不妙，心中的怒意节节攀升，但是如今自己的身躯又被困住，无法行动。既然如此，你们都去死吧！话音落下，那毁灭般的大洪流直接朝着4大古神奔涌而来。见状，4大古神眼神愈发的凝重，紧紧的咬紧牙关，想要尽可能的破开红色光环，能够脱离此处。但是就算他憋红了脸，都无法破开来自第2神力量的光环，危险越来越近。如果他们被这股大洪流吞噬其中的话，恐怕不死也得重伤。可恶！就在众人觉得无比绝望的时候，一道白色的火焰自他们的身后蔓延开来，瞬间一道无比壮观的白色火海出现在他们的周身，朝着大洪流迎面而去。随着这白色火焰的出现，这天空间上竟然开始变得虚虚实实，而且散发出一股无比可怕的本源之力。这股本源力量不是圣火和其他火焰能够比拟的，因为它是神火，所散发出来的是火神本源，就算是神奇也得忌惮一丝。望着突然出现的白色火海，4大古神眼神一动，心中微微一惊，这竟然是神火。其中特别是修炼炎之一道的赤姬，这一次就算是他都感觉到自己被这白色火焰所散发出来的火神本源所震慑，那股威能足以毁灭一切万物。4大古神偏头看向身后的那位黑袍瘦削的男子，他竟然挣脱了那邪恶之灵的束缚，身上皆是被白色火焰包裹，令人极为的震撼。白色火海蔓延在黑色大洪流之上，这一次并没有出现被大洪流吞噬的情况，因为此时白色火焰的火神本源爆发出惊人的吞噬力，强如可以一瞬间吞噬4大古神之力的联手攻击。这一次竟然在白色火海的蔓延之下，黑色洪流节节败退，开始渐渐的溃败下来。这一幕令得所有人都失声，没有任何人说话，
静静的观赏着如此难以置信的战斗，唯有双方能量之间的吞噬之声。给我回去，别出来丢人现眼！一道苍老的声音自萧炎的嘴巴中响起，这不是粉老的声音，而是幻虚本源所发出的声音，也就是那位白发老人。神火乃是大咒中所孕育诞生的神物，就算是神奇也不敢与之正面对抗。神火的火神本源拥有着焚尽万物神灵的威能，虽然神火非常的强大危险，但是也是所有神奇都想要得到的神物，因为一旦收服神火之后，那么你就有了神火那般焚尽万物神灵的恐怖力量。而此时则是由白发老人控制萧炎的身躯后所爆发出来的神火力量，在还没炼化幻虚神火下，就算是萧炎也没有那能力施展出如此可怕的神火之力。小子，竟然让老夫帮你收拾残局！虽然白发老人这样说着，心中则是没有怪萧炎的意思，因为日后幻虚神火本源还是会被萧炎所炼化，到时候萧炎才是真正有着幻虚神火之力的拥有者。幻虚神火借助萧炎的身躯，虽然能够爆发出可怕的力量，但是长时间下萧炎也无法承受这股火神本源。此时白发老人的那双莲花之眼迸发出一道年轮，萧炎身躯的白色火焰变得更加的浑厚起来，天地间的温度直接提升到了一个临界点，空间都开始变得极度的扭曲。白色火海中的可怕焚烧之力直接将最后的那一道黑色大洪流也彻底的焚烧殆尽。什么？黑色巨龙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强大招式竟然被神火击溃，更没有想到的是，在那人类身上竟然有着神火阵这等神物，真是无比的震惊。真是该死！在黑色巨龙那疯狂的咆哮之下，白色火海并没有消散的意思，而是对着神灵峰上的黑色巨龙一冲而下。白色的火海直接将整座神灵峰都笼罩在其中，炙热的热浪开始无尽的焚烧其中那邪恶之灵。你们竟然敢这样为本神灵！你们给我等着！黑色巨龙的身躯开始分离开去，又变成了诸多黑气悬浮空中，而谁也不知道，在这无数黑气中的其中一道黑气竟然钻入神灵峰之中，剩余的黑气全部被白色火焰所吞噬，待得神灵峰上没有一点邪魔之气的时候，这白色火海才渐渐散去。随着邪恶之气的消失，这片天地又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四周又有着精纯元气开始蔓延至这片地域，原本被黑气所侵蚀的元气也恢复了过来。这一刻新天之中的事情终于彻底的解决了。天际上，白色火海尽数收回到黑袍青年的体内，一股虚弱之感自体内蔓延至全省。萧炎立马从纳戒中拿出一枚仙品高级丹药服下，催动体内的世界之力，将丹药的药效尽数分解至自己的血液骨骼之中。过了片刻时间，萧炎的气色也渐渐的恢复过来，要不是这一次让幻虚神火本源亲自出手，恐怕后果非常的严重。这幻虚神火的力量还真是恐怖啊！萧炎深深吸了一口气，心想着日后如果将其神火炼化，那么自身的力量必定能够超脱主宰纳入神列。只是其中的火神本源乃是神之力量，需要在体内种下神骨才能承载神之力量，所以萧炎一直没有炼化幻虚神火，就是因为体内没有神骨这种神灵之物。想要成神，就必须有着神骨，不然以人类的肉体是无法承受更高级的神之力量。随着黑色巨龙被白色火海彻底的焚烧殆尽后，原本还困住四大古神以及灵动牧尘等人的红色光环也随之消散而去，几道身影则是掠向萧炎的身旁。四大古神打量一番，苍渊古神开口道：萧炎小友，没想到你竟然拥有神火这等神物。萧炎闻言拱了拱手道：前不久只是侥幸在纪元遗迹中夺得神火。苍渊古神大笑一声，拍了拍萧炎的肩膀说道：哈哈，侥幸？如果这都能算侥幸的话，那些想要夺得收服神火的强者又算什么？萧炎小友还真谦虚啊！神火是什么？他们这些序列神都是知道的，所以见到萧炎体内的这道神火之后，他们难免都会露出震惊之色。就算是他们已纳入神列，获得更高级的神之力量，对于神火这等神物都是十分的垂涎。萧炎小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体内的那道神火应该是9道神火中排名第9的幻虚神火吧？金罗古神先是打量了一身萧炎后，便是开口道。萧炎也没有否认，点点头。在见识到萧炎点头认可的时候，四大古神的目光都是变得一丝震惊，其中特别是在炎之一道上达到登峰造极的赤姬，他的面色更是露出难以置信之色。因为要知道，神火的力量就算是神奇都无法有把握的去收服，更何况萧炎的实力仅仅还只是3连胜者中期而已，怎么可能会收服这等神火呢？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萧炎能够收服幻虚神火，则是依靠者体内有着焚诀功法的原因。虽然当时幻虚神火是自愿被收服，可是从当时幻虚神火的意思上来说，是感知到萧炎体内有着一丝微弱的焚神之力，才愿意被收服。或许对于神火来说，焚神之力可能是某一种更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就连神火都是无比的顺从。当然，自己体内有着焚诀功法的事情，定然是不会说出来的，因为不管对方是好是坏，毕竟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管怎么样，刚才我们还是要感谢萧炎小友的出手，不然的话，这片新天地的世界恐怕已经被那灭日般的大洪流彻底毁灭，万物生灵都是在劫难逃。说话的乃是四大古神中的地龙，他虽然在修为上比萧炎强上很多很多，这一次要不是萧炎的出手，他们或许已经被大洪流的力量重创。见到这些资历极为久远的四大古神如此客气，萧炎则是摆了摆手笑道：四大古神前辈们，不必客气，我们能来到天元界修炼你们大界中的资源，要感谢的还是我们才对。一旁的灵动和沐尘二人也是点了点头。
当时在纪元遗迹的时候，要不是王熙等人的帮助，恐怕他们三人也不会那么容易晋升至最强主宰。对于天元界的邀请，他们的心里自然存在着一丝感激之情。只要天元界哪里需要帮助，萧炎、灵动、沐尘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做人就要懂得感恩，成为强者不容易，在变强的路上一定会有着诸多强者的帮助指点，才能一步一步地走上强者之路。所以可不要忘记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因为自己变强可是跟这些人有着必定的联系。数百丈之外的那些圣者境强者以及一些大尊级别的强者望着刚刚那激烈对抗的一幕，令得他们到现在都无法真正的平息自己心中的那股惊骇。他们看到萧炎施展的那白色火海究竟有着多么强大的毁灭吞噬力，就连他们天元界最高战力的4大古神都没有办法的对抗那等强大洪流的攻势，可是在一位来自下等级的黑袍青年身上轻松的吞噬了那道洪流之力，才将这场危机彻底的化解开来。我记得那位黑袍青年是王熙带回来的，记得是来自第3等级一个叫千元界的世界，我也听说过，没想到真的是他。不会吧，第3等级竟然出了这么一位绝世奇人，真是变态啊！此时非常多的哗然之声传出，因为他们乃是第2等级世界之守卫的天元界生灵，同时这个世界已经成为神纪元世界，在如此强大丰富资源下修炼也达不到那位青年黑袍强大爆发力，真是让人吃惊连连。至此之后，黑袍青年萧炎之名将会彻底的在天元界中传荡在每一个角落。今日之战，萧炎解决了危机，除了4大古神之外，其余的第3序列神阶是想要见一见这位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的青年究竟是什么样一位天赋奇才。一些圣者境以及法域境等强者则是继续在新天之中修炼，甚至有些实力强大之人以及在找自己的地盘创建一些势力。当然被北面界域的自然是由各诸天大尊掌管，其余6大天域就让一些还需要修炼的法域境和圣者境去发展吧。这一次新天之行，萧炎、灵动、沐尘3人也一举突破到最终主宰中期，而沐尘则是初期。如果他们没有来天元界的话，如今的实力恐怕也很难达到最强主宰，毕竟不同等级的世界资源都会不一样，更何况现在的天元界乃是神纪元世界，其中都会诞生可以成神的一些神灵之物。虽然新天之中没有神灵之物的诞生，将其化作神骨，但也获得古元池这等稀有的资源。不过天元界的资源可不仅仅是这样，不久之后那诸天气运之争将会在古元天开启，哪里可是祖龙诞生的地方，也是天元界的最核心之地，或许那里有着神灵之物，只要到时候将其获得炼化成神骨，那么日后就有资格成神了。混元天，此天域面积极其辽阔，其中分9域，每一域皆有一位准神境实力的域主大尊，北域下面皆有无尽地狱以及无尽之人。大年与圣族漫长的对峙中，是抵御圣族的最前线，诸多盖世强者层出不穷，属于真正的修炼大世界。所以混元天在9域之中排名第1，而混元天之中，天渊域排名第1，由苍渊大尊执掌，同时也是归虚神殿的4大古神之一。能够对抗天渊域的底蕴势力的，恐怕只有归虚神殿这等庞然大物了。所以除了归虚神殿之外，任何界域势力界不是天渊域的对手。而此时天渊域的一处宫殿中，有着几十道身影立于其中，这些人所散发出来的气息非常之强大，其中最弱的竟然都是最强主宰巅峰的气息，恐怕这些都是天渊域中的众长老。在主宰之上的准神气息和第3神序列气息都是有者2位，这2位皆是天渊域的域主，苍渊大尊、专逐大尊。在归虚神殿的位置，苍渊大尊便是古神，所以可想而知天渊域的势力究竟有多么的强悍无比，堪称是天元界的巨无霸存在。还有另外3道第3序列神之气息的存在，而这4位真正是当年6尊之神中的3尊：剑神、李纯君、青神、楚清、吞噬之神、赵牧神。如此强大的阵容，今日也算是在天渊域中亮相了。天渊域的众人面面相觑，旋即所有人的目光则是投向了他们的前方处，那里则是有着3道陌生的身影，正是萧炎、灵动、沐尘。他们也知晓了，这3位就是击败圣神之子的盖世强者。如今萧炎又一次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化解了新天中的危机，足以证明他们3人的天赋可不比他们这些已经成神之后的弱。你们3位便是来自第3等级的千元大界吗？在数万年前从元尊口中得知，圣神之子将会被3位盖世强者击败，如今一见确实如此。你们3位的确很强，又拥有大咒中的神物，作为主修真是令我们都感到震惊。一道爽朗的男子声音传出，而说话之人是4尊之神中的吞噬之神赵牧神，当年乃是元神府榜第1，万祖域万祖大尊的弟子，在9域大会上强势击败苏佑威与武瑶，但因周元突破神府境极限而被其击败。后来在苍玄天变结束后，与苏佑威、武瑶一起入归虚神殿修炼，踏入法域第3境巅峰，与2人一起闯归虚山，于生死历练间领悟圣者之意，踏入圣者一连境，受归虚神殿派遣支援苍玄天。待圣神被抹除数十年后，踏入准神境，尊号吞噬之神。因为拥有涛之气运，相传天地出生有一先天圣兽，名为祖涛，而涛之气运正如祖涛一般，出生时弱小，却可吞噬他人气运，乃至完整吞噬他人，来步步增强自身。但遇到吞时会暂时失效。在6尊之神中，其真正的实力排名第2，第1的乃是祖帖之神吞。这一次祖帖之神没有来，因为他在此前去往了苍玄天，那里是当年他与周元和夭夭初识的地方。
过了数万年的时间，自周元和夭夭离开天元界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对于他们的思念，祖闐之神吞吞根本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想念。忘了自我介绍，我叫赵牧神。清脆爽朗的声音再一次响起，眼前的这位男子可是一方神奇，实力更是毋庸置疑。虽然苍元古神也是第3序列神，但是硬要比较的话，赵牧神的神之气息更加的强悍一丝。小贝、萧炎、灵动、沐尘、萧炎三人也是非常尊敬的对其拱了拱手道，以萧炎那主进灵魂的力量，早已经感知到这位赵牧神的实力非常之强大，恐怕已经半步踏入第2序列之位了。这种可怕的天赋，就算你是萧炎、灵动、沐尘三人都是感到吃惊。而另外2位第3序列神带着笑意的看着萧炎三人，然后介绍道：剑神李纯君，青神楚清。这2位可都是天赋极高之人。楚清苍玄宗100年来天赋第2的妖孽，第1位周元。楚清乃是苍玄天苍玄宗苍玄峰的弟子，苍玄宗的传奇人物，天赋更是超越同辈之人。前苍玄宗圣子手在太初境实力的时候，与圣宫江太神斗战多年，后被周元发起夺圣战击败。再一次执行任务时，被女主夭夭当作诱饵，对夭夭有惧怕之心。后来在防卫苍玄天时，与李纯君一同自爆法域，阻拦圣族女圣者红绫，但却在生死一线之间感悟到圣者之意，实息入圣，并成功突破为圣者一连境。在圣神被抹除数十年后，踏入准神境，尊号青神。李纯君为苍玄天问剑宗弟子，周元在苍玄天的好友，天赋极高。可惜生活在资源匮乏的苍玄天，若在混元天应该会成为顶尖天骄，但他双目失明，脸上带着一块黑布，手上抱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剑，一直以周元为目标，内心强大，追求极致剑道。苍玄天问剑宗的弟子，在天关境就斩杀过太初境的人，在圣迹之地中，实力仅次于周元和武皇。太初境可以和圣子对抗，古元天中可以以天阳境初期斩杀天阳境后期的人，实力在苍玄天5小强中都属最强。周元曾经评价过，就算在混元天9域，都是各势力疯狂抢夺的顶尖天骄。后来圣族入侵苍玄天，对战圣族女圣者时自爆法域，置之死地而后生，入一连圣者境。在圣神被抹杀数十年后，踏入准神境，尊号剑神。如果将6尊自身位强弱实力排名的话，第1名则是祖闐之神，因为他的真身是先天圣兽祖韬，是大年第3神夭夭的守护圣兽，那时候的实力便已经是准神境。如今过了数万年的时间，恐怕又达到了更强大的层次境界。这次天渊狱者集如此大的阵仗，有2个原因：一是想见一见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特别是对萧炎这次能够化解新天中的危机，他们表以感谢，甚至对他们3人发出邀请，让其加入归墟神殿之中。不过萧炎3人则是拒绝，因为想要加入归墟神殿之中，就必须有着足够的实力。可是萧炎3人目前还只是最强主宰中期而起，所以就算加入其中，也仅仅是中等之下。萧炎3人可不想说让别人说自己走后门加入归墟神殿的。要知道，归墟神殿乃是天元界的最强势力，它不属于任何一天，完全是独立的存在，同时也是天元界最后一道防线。其实在天元界之中，有着很多强者都想加入归墟神殿，因为一旦加入归墟神殿，将会获得其中最好的资源，不管是对自身还是势力，都是有着巨大的提升。但想要加入归墟神殿，必须有着足够的实力才行。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就算加入其中，也不会让其他人信服。那么第2件事情，则是关于上次剑神和青神在新天附近意外发现有着邪魔之气，在第一时间也让9天各大势力加强戒备。但是经过1个月的探查，依旧没有发现邪魔之气。而这一次，新天之中所诞生的那邪恶之灵，拥有如此可怕的力量，也让剑神和青神发现了一丝端倪之处。这一次召集大家汇聚此处，有一事情要与大家一起商议，请李纯君和楚清说明一下。苍渊大尊对着后者2人说道。萧炎、林沐尘3人闻言，有些微微惊异。如果是天元界内部的事情，为什么要召集他们3人也过来呢？难道他们接下来所说的这事情也与他们3人息息相关吗？旋即，青神楚清对着众人缓缓出声，其声音都显严肃起来。想必大家都知道，1个月前我与剑神在新天附近发现邪魔之气，到了这一次新天诞生后，里面出现了邪灵之物的气息，竟然与我们之前感应到的邪魔之气极其的相似，所以我断定我们天元界之中在此前就已经潜入了邪魔之物。此话一出，令得在场的所有众人脸色突然一变，因为自圣神之战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什么邪魔之物，天元界一直处于和平的时期。然而过了数万年之后，天元界之中又诞生了先天神灵，不应该叫先天邪灵才对。按照青神的诉说，之前我们派出各大天域的强者都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难道是因为这个邪魔之物在此前就进入到了未诞生的新天之中？此时天渊域的一位长老开口道，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个邪魔之物究竟是何等的可怕？要知道，在新天未诞生的时候，就算是第3序列的力量都无法彻底破开新天的那道世界壁魔，别说是其他什么圣者境的超级强者了。我想应该是如此。此时青神微微点头说道，但是按照青神的说法，这个邪魔之物能够进入未诞生的新天中，那么其本身的力量必定已经达到非常恐怖的境界层次了。这时候，又一会天渊域的圣者长老眉头皱起，不敢置信地说道，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想了很久，能够轻松进入未诞生的新天中，只有一种可能，
我们人类或许进不去，但是有一种东西则是可以进去。青神说到这里，语气停顿了一下，目光扫着大殿中的所有人，就连萧炎、灵动牧尘此刻脸上都露出一丝疑惑之色。很显然，他们并不知晓青神口中所说的那句话意思，但是本就是天元界的众人，则是已经猜测到了一丝答案。苍渊大尊、专竹大尊以及下方的众长老在脑海中皆是出现了同样的一个答案，那就是先天神灵。只有先天神灵才能这种奇特的能力进入还在成长未诞生的世界中，那是因为世界的诞生有一部分则是与一些先天神灵都是密不可分的。先天神灵，萧炎、灵动牧尘三人心中暗道一声。此前萧炎也对那黑色巨龙的气息感到非常的熟悉，只是还不确定是不是他。如今既然天元界遇到了一些棘手的事情，那么萧炎也把所知道的信息道了出来。各位前辈，小辈打扰一下，你们所说的那邪魔之气是不是和新天中诞生的邪灵之物气息有着什么关联？萧炎的声音有些平淡，但是语气则是铿锵有力。听到萧炎那异样的神色，似乎知晓其中的信息，众人的目光顿时皆是投向萧炎的身上，包括赵牧神、剑神、青神，他们都是用极为异样的目光看着萧炎。片刻之后，苍渊大尊和专竹大尊酝酿了一下，后者开口道：萧炎，难道你对于这事情有什么看法？其实我知晓一些东西，当时还不能够确定是不是自己所想。既然今日大家都在商议，而且还很有可能影响到整个天元界的大事，我就说一下我心中的答案。萧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平淡的声音再度传了出来。我此前在新天遇到那黑色巨龙的时候，在其身上的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有着与当年入侵我们大千世界域外邪族的影子。准确的说，这道邪魔之气正是当时我与灵兄、牧尘一起联手击败的天邪神身上，其气息非常的相似。虽然不能说一模一样，但是那股邪魔之气必定是不会错的。众人听到萧炎说完，每个人的脸上更是变得无比的震惊。就算是两位大尊以及那三尊之神，其脸上都有着细微的变化。域外邪族天邪神，他不就是圣神的后手，圣神之子吗？赵牧神都有些不敢相信了。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这个事情有些异常的蹊跷了。难道说圣神之子重回天元界了，开始计划复仇不成？当时圣神所遗留下来的神卵，可是拥有着圣神所有的神之力量。如果一旦这位圣神之子彻底的觉醒神之力量，那么将会比以往的圣神更加的强大。